帆布，不怕艰难险阻。逆境当面心不乱，牢记心中信念。为正义仗义直言，不放弃勇敢。心生残，生其然，志在四方是少年。路再远，都坦然向前。总有未知的考验，谜团中抽丝剥茧。哪怕黑暗依然并肩，不改变，但是好事在人间。星辰与手足作伴，我问前程，只盼真气浩然。少卿，怎么样？少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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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儿的巷子和窝棚太密了，实在是不好找人。哎呀，我问了许多人，不管是汉人还是胡人，都不认识一个姓陆的送水的。呀，少卿，我曾在码头追一个形迹可疑、烧账本的人，我追到一个死胡同，那人就不见了，很有可能是老陆，他家就在附近，所以我才抓不住他。走，走，走。怎么了，陈氏？你的荷包和当铺老板的荷包是一对儿了。如果东西真的是俺哥放了，俺哥咋会和你用差不多的荷包？这荷包相似，很正常。不对，你刚才说过，你的荷包是你阿娘修了。你真的认识俺哥吗？陈氏，其实我还真的挺喜欢你的。你常让我想起我弟弟。如果没别的事儿，那先走了。你醒了？你到底是谁啊？你和那些贼都是一伙的？那木盒也是恁偷了吧？你其实并不笨，只是太容易相信人。那恁偷东西都算了，为啥要杀人啊？连同伙都不放过！因为刘福该死！陈氏，你是个好人，所以我愿意告诉你，为什么刘福非死不可。我还想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最不需要、最不能做的，就是好人。我们几个原本是国战后退伍的老兵，包括刘福，为生计发愁，才来到码头做工。不想河道淤塞，竟然连在码头做工也养不起家人老小，不得已才做了贼。那晚，兄弟们像往常一样，蒙脸去摸船上的货物。怎么回事呀？别废话了，先拿走。我们存货封货就在龙王庙，那儿离码头近，平时也没人去，所以一有货就都先放在那里，从没出过岔子。
这次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木盒子。是谁让你们碰这批货的？刘福，不是你在货板上留了记号吗？我什么时候留过记号啊？谁想陷害我？总之这批货不能动。刘福，什么东西这么稀罕啊？哥几个都不能看了。干什么你们？走我！放开我！你的手里怎么会有这个？那这到底是啥呀？我不知道。最可笑的就是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我只知道，当年打仗的时候，有一队军官冲进了我们的营帐，搜了个底朝天，而这东西就平白无故地出现在我弟弟的床铺上。我弟弟就被判了一个贪污占礼品、倒卖军需的罪名，就当场被军法处死了。放开我！不是我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，根本就不是我。哥，救我！救我！大人冤枉啊！我们苦战多日，昨天才小胜一场，捡回一条命。他太年轻，求你饶了他这条命吧。我弟从小一个谎都没撒过，他怎么可能偷人东西呢？大人，饶了他吧，大人！饶了他！这军官，他真残忍啊，一点道理都不讲啊！这荷包是我俩出征前阿娘亲手绣的。阿娘的眼睛不好，她对着油灯绣了2宿。她说要保佑我们百战百胜，不求衣锦还乡，只求平平安安。没想到，我们没有死在战场上，却平白无故的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。不仅这样，由于我们拒不认罪，明明我们出生入死，攒了不少军功，却领不到一个子儿的饷银。退伍之后，更是求生无门。大哥，那阿娘了？阿娘的眼睛早就哭瞎了。他们不是冤枉我们是贼吗？我们就做贼给他们看。世道不公，这点清白能值几吊钱？能抵我弟弟的命吗？但是我怎么都没想到，罪魁祸首竟然是刘福。我们怎么可能饶了他？那这华子他是无辜了呀！那就怪他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又不肯交出来。人为财死，他不冤。别，陈实，你不要过来！
别过来！这是，别过来！军呀，鸽子！别动！放开！爸爸，放开！那东西是个祸害，谁也不敢得到它。少卿大人，案卷已经留底，此案虽破，但却仍有疑点。老陆交代，刘福死前拒不承认自己在护板上留下记号。不过想来也是，刘福不可能不知道此物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，确实没有必要这么做。那么又是谁留下记号，让老陆等人夜里去行窃的呢？此事确有疑点，再接着查查。是，都是俺一心找俺哥，才会被老陆劫持，还得大伙来救俺。禅师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你可以说是不知不觉充当了诱饵的工作，要不然这案子也破不了这么干净。你那个反擒拿练得挺好的。案卷中此案环环相扣，少一个人都破不得。哎，我们这是沆瀣一气啊！这个案子，要说有功，人人都有；要说有过，恐怕也一样。但最终是破了案，这就证明明镜堂的每一个人都缺一不可。陈师，我问你，还要走吗？俺想好了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能草草了事儿。俺不能飘飘忽忽的给大伙添麻烦。俺也想，往后要是见着俺哥，俺能成为他的依靠。这是自然。你也要多加练习，争取早日考入大理寺。你们几个也别闲着，多加教导。但是注意分寸啊！是，哎是。干嘛呢？啊？做斥候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忍，做司职也是一样。老兵说了，练功练得懒，打仗输得惨，何况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你平时下功夫才行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不出了，不出了。别动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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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动，别动。你呀，你别学什么顺口溜了，我还是教你易容吧。陈实，勾股定理，了解一下。啊，啥理啊？哎，陈实。小娘子，这些啊都是您平日里喜欢吃的。娘子和老爷说让您吃完了过去喝茶。知道了。这个吧。
小娘子，您别皱眉，多好看。知道了。女儿请父亲母亲用茶。请。圣寿节的宫宴，你为何不来？女儿不擅长这样的交际，而且大理寺李炳不是去了吗？大理寺没有必要去2个少卿。李炳重返大理寺，他原本在大理寺中根基颇深，圣上又十分看重他。观其言行，只怕将来大理寺卿的位置也非他莫属。你更要多多走动，以为父的面子，害怕将来没有依托吗？这个李炳确实颇有才干，他要是真当上了大理寺卿，也不足奇怪。只是女儿为官这些年，也确实非常用心。作为大理寺少卿，女儿也不比这个李炳差。而且女儿也不想拖着父亲的脸面，左右逢源，忝列其位啊。哼，说的倒是好听。为父若不出面，你处处和金吾卫的邱大人作对，就不怕将来人家伺机报复你吗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邱庆之是朝廷的红人，不结交也就罢了，怎可处处与他为敌呢？那确实是他自己先挑衅大理寺的。那我身为大理寺少卿，好了，要不要给你换个去处，在兵部安排个闲职，省得你到处给我惹是生非。父亲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秦儿她难得回来，别老是跟她横眉冷对的。当初秦儿一意孤行，非要去考大理寺，倒也当上了少卿之职，做的又很是不错。你又何必非要在此时违她心意呢？再者说，我们家秦儿也长大了，再过2年呀，也该寻上一户门当户对的好亲事了。到了那个时候呢，还管他什么少卿不少卿的。父亲母亲，女儿身子不爽，先告退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委托并没有完成。委托是吧？但是我们的合作还是可以继续的吧？为什么？你要找的东西，显然还有别的人对它感兴趣。现在你在明，他们在暗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都会处处掣肘。我也想抓住他们，那敌人的敌人，自然也就是朋友了。怎么，李少卿也会虚与委蛇吗？你知道我不知道的事儿，我能完成你不能完成的事儿，咱们互通有无，对大家都有好处啊。好，那我不妨直接告诉李少卿，我要找的东西，跟一个叫杜子虚的人有关。杜子虚？3年前，礼部尚书身染重疾，行将就木。遍寻名医无果，眼看沉疴难起，一个叫杜子虚的人出现，治好了尚书。而他之所以能治好尚书，据说是用了一种神药。
这个杜子虚到底什么来历？没人知道他的来历，只知道他是个西域人。在治好了尚书后，便被藏匿起来，再未露过面。良医难觅，他这么做也不足为奇吧？但奇怪之处在于，曾经为礼部尚书医治过的医者都说，尚书根本就不是生的什么真正的病，而是年老体衰、大限将至而已。所以所有人都想知道，杜子虚究竟是用什么治好了尚书。难道这就是那个药？就是个药引子。阿里巴巴，我随少卿休假，公文暂时不要送了，等少卿回来再说。胡四，关，哎呀，关雎鸠。啊，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啊！君子好逑，好逑。听了这么多遍，我都快背下来了。也不怪你，阿里巴巴，你教他点简单的不行吗？这谁能记住啊？哎，不，诗300，四五谢，血就要从根本的血起。啥？况且连你都记住了，陈氏有什么记不住的？哎，真是，陈氏，你除了死记硬背，你还要设身处地的想想。你看，一个春天，一只鸟儿在春光里呱呱，就像你刚才一样，呱呱地叫着。另一只鸟儿听到了它的叫声，也呱呱地应和着。它们比翼双飞，飞蛾扑火。小河边，一个美丽的姑娘被鸟儿惊动，抬起了头。一个路过的少年看到了她，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若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你懂了吗？确实不懂。你都真厉害了，还考不过，这关把到底有多难啊？哎呀，姐，阿里巴巴，这上官少卿休假，你又开始发春了？哎，你瞎说什么？你阿里巴巴，啊，这个是上个案子的概要，麻烦给上官少卿送去。啊！陈实，麻烦这份给少卿大人送去。哎，走。慢点，急什么呀？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啊，窈窕淑女。还是这句。君子好逑。君子好逑。真是，走了，真是。俺先去了。哎，碎了。笨，我走了啊。阿里巴巴，我随少卿休假，公文暂时不要送了，等少卿回来再说。胡死！鱼。
上官少卿，李少卿，今日不是在休假吗？正是，这不是有些公务，我还是放心不下吗？难得。好说。嘿嘿，李少卿。李少卿啊，今天，哎呦，侍郎大人。哦，上官少卿也在。怎么，您觉得我不应该在吗？那倒不是，只是觉得上官少卿今天这身装束……上官少卿今日原本是休假的。既然我已经来了，就是不休假了。有什么公事，直说吧。好，请。哎，快走。怎么样，阿里巴巴，好酒上没啊？不是，你能不能别总用胡话打马虎眼啊？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我给你出一个主意，你呀，去求求崔贝，让他围着上官少卿呢转上一天，保证上官少卿这一天灾祸不断，能给你创造出很多英雄救美的机会。别这样，我能听见。若有人西山之恶，必霹雳西带女落。这又是哪儿的诗啊？这回念的是《楚辞》啊。大伙儿不喝了，出案子了！上官少卿和毕业都过去了，快！上官少卿也去了，快！走！啊，就是前面这个院子。快！死者是何人？死者叫秦蛮，他是国子祭酒，秦书的胞弟。此处啊是秦家的别院，不然我们也不可能请你们大理寺的帮忙啊。国子祭酒是啥呀？国子祭酒是官名，主管太学。哦，就大官呗。什么人发现的？啊，是猫，是这附近的一个住户人家，在天快亮的时候，听见了猫叫。什么时节了还闹猫啊？这是遭劫了？太奇怪了，这死者死的也奇怪。在里面。啊。那这现场可就劳烦你们大理寺了。啊。辛苦。小心！这不是咱大理寺的仵作吗？他啥时候来了？俺怎么没看见他？老白是大理寺最神秘的人。你不用问他是什么时候来的，也不用管他是什么时候没的，反正你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一定在。
这猫是吸了人的血。应该是附近的野猫，被血腥味所吸引，才让人发现了尸体。我先出去一下。抱歉，抱歉。少卿，少卿，脖颈上有明显的勒痕，但还不至于致命。真正致命的是胸口的这个刀伤，死亡的时间应该不超过1天。沈坤少卿，怎么了？你跟着我？这是薄荷膏，涂一点可以形神祛秽。好，谢谢。酒，什么味儿？这是？五石散，人死前服食过五石散。五石散？王七、孙豹，你们去附近打听一下这个人。是。是。少卿，你看。少卿大人有发现。走。在这边。怎么了？有人踩着这个箱子越了墙，很有可能就是凶手。如何？我们在附近打听了一下。这个秦婉好像十分孤僻，少有人见他出现，而且没有人知道他是国子祭酒的弟弟。但有一点很奇怪，这升平坊在城内呢是冷清荒僻所在，秦家又是有名的望族，以他的身份，秦婉怎么可能住到这里呢？据刑部侍郎所说，秦婉因犯了族规，败坏门风，被太学退学，甚至被秦叔逐出家门。于望族而言，被逐出家，等同于流放。那这秦婉到底犯了什么罪过啊？据说是和五石散有关，大概是秦婉服侍成性，行为荒悖，故而遭诛。不是，各位，等等，所以五石散到底是个啥呀？五石散啊，你们听说过炼丹吗？炼丹？哦，听说过，就是仙丹嘛，吃了能让人成仙了那种。这世上哪有什么真的神仙啊？不过确实有方士耽于神仙之说，以金石为饵，妄图炼出什么仙丹。仙丹自然是炼不出，所以就有了五石散。所谓的五石散，其实就是笼统之称，主要就是由那些性质燥热的药食配制而成，其中不乏有硫磺、雄黄、朱砂等猛药。说是服了之后啊，可以精神振奋，甚至通玄两道，得窥神仙境地。但这些都是妄言。所谓的两道通玄，不过就是中毒之后的幻觉。可是朱砂、硫磺这些都是毒药啊，人咋能吃这些呀？是啊，酒也是毒药啊，也有些人爱喝嘛。戒了。哎，小心！哎，孙豹，你没事吧？不止如此，或许是因为有神仙之说加成，五石散在这1、2年尤为流行，甚至成了风尚，有不少人为其荼毒。那这么说来，这秦婉是个败家子儿。
国子祭酒琴书，掌管太学，治学之家严谨，怎么就有这么个弟弟？你们绕来绕去，没有人说重点，重点是这些脚印。这是一起凶杀案，而且凶手越墙而出，很有可能就是留下脚印的这个人。找到他才是问题的关键。上官少卿说的对，可有什么方向？我自然有我的方向，不过李少卿先说无妨。我建议啊，先从兵开始查。兵50散药效猛烈，必须加以散功，如若不然的话，便会内火攻心，极为难受。而且经常服食的人呢，皮肤会极为敏感，不能穿新衣，只能穿旧衣。包括我们刚才看见的那具尸身，他宽衣解带，也是因为如此。而若是要散药的话，一般会选择睡凉榻、服寒食和冰酒。对，冰酒。所以我建议，可以先从冰查起。而且冰不易储存，应该随取随用。所以昨天踩这个箱子进屋的人，极有可能是来送冰纸。送冰？而且这箱底格外湿，应该是经过一夜冰化了。好了，既然都已经有线索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去查吧，说不定找到那个人，就什么都清楚了。好，那我们兵分2路，陈氏跟我走，其余的人由上官少卿差遣。也好，那我们就从冰的情况开始入手。好，我去秦府看看，希望能有什么新的线索。走。走吧。爷，上官少卿今天不是休沐了吗？他的上官少卿今日突然结束休假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我倒是听说，他父亲上官尚书对他在大理寺任职很是不满。撒会啊！女官多稀罕啊！我们是这么想，但不一定所有人都这么想。上官少卿是适逢圣人诏批，又经过重重考核才进入大理寺的，其实比我们寻常男子为官更为不易。他也是真心想当好这个少卿。去秦府。走。崔北，升平坊附近有几处兵局？3处，青鱼街、七里街、斜柳巷各1处。阿里巴巴记住了吗？升平坊附近一共有几处兵局？怎么？你知道？3处，七里街、青屿街、斜柳巷各1处。好，那就逐一的查吧。大人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秦婉此前身在太学，彼处也是一条线索，值得去查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分兵2路去查，效率会更高。大人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可以。哟，那太巧了，此处正近七里街兵局。大人就近，我们去太学。好。阿里巴巴，你协助少卿大人，定要用心啊！走。我走吧。怎么了？饭没吃饱？走这么会儿就累了？我从没想过能和上官少卿一起查案，心里难免啼笑皆非。啼笑皆非？我有说错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不用多说了，就像平常一样，正常就行。保持距离。过来看看酒啊！你干嘛？那还用说吗？成人之美呗。这阿里巴巴平日天天的单相思，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机会能跟上官少卿共事，咱们不得给他们创造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吗？就怕是弄巧成拙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在扬州的外号那可叫赛媒婆，你就瞧好吧。那你瞧我呢，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伴儿。三月忘了背，夜望好几回，少卿不忍一回，我在小睡。愁死了，心情很颓废，无名身后跟随，走时总抬头眉，好想流泪。哎呦喂，
个家伙怎么又做错了？哎呦，俺那个乖乖，弄啥嘞弄啥嘞，俺在弄啥嘞？加班工作太累，生活太无味，摸鱼划水机会，尝尝口机会，老板画的大饼撑坏我的胃。弄啥嘞弄啥嘞，你在弄啥嘞？弄啥嘞弄啥嘞，又在弄啥嘞？方案对也不对，甲方没反馈，又该会第一稿，我又难怪谁啊？咖啡再倒一杯，事情要准备到位。年度最佳员工不是你，他还能是谁？别怪工作太累，青春可别浪费。一人干2个人的活，是我给你机会。弄啥嘞弄啥嘞，俺在弄啥